好，我是格隆。今天格隆在北京海淀对话一位非常特殊的80后天才科学家和创业家。他非常年轻，只有41岁，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家庭背景，但却做到了集智慧与财富于一身。他就是戴文渊，1983年出生于古城苏州，本硕连读，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师从华人界首位国际 AI 协会院士杨强教授。走出象牙塔后，戴文渊先后就职于百度和华为，是当时最年轻的百度高级科学家，获得100万美金的百度最高奖。到华为之后，担任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的主任科学家，也获得了华为的总裁奖。2014年，戴文渊创立第四范式，带领第四范式成长为中国规模最大的 AI 企业之一。2023年，第四范式成功在港交所上市，今年市值一度突破了350亿港币。在外界看来，他走的每一步都显得那么牛掰，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例，还是说他的成功也能给普通人非常多的借鉴和学习？现在我们就去和他做一个深度的对谈。戴总您好，我们从您的求学开始聊起。您的求学经历非常的精彩，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凭借了全国信息学奥赛的银牌，获得了保送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的资格。多数人大概率都会选择清华，但最后您选择了去上海交大的 ACM 班。您为什么会放弃清华而选择了上海交大呢？其实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倒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因为清华不让我选专业，上海交大可以读计算机。就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坚定自己要学计算机方向。您怎么会从小就那么早就锚定了说我要此生非计算机不娶？这是一个纯粹说基于对计算机的一个爱好，还是说您那个时候就已经预判到了这么一个行业场景？你要说小时候呢，肯定没有什么预判，纯粹就是喜欢。我记得就小学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有个计算机兴趣小组，我当时觉得就计算机对我来说就好像一个游戏机一样啊。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哪个专业热门，哪个专业冷门，就觉得这个特别喜欢，就是要搞。所以兴趣是最好的动力。我看了外界对上海交大的 ACM 班的称呼是神仙班，是中国计算机界的黄埔军校。这个班级的学习经历对你的人生和创业的影响大不大？我觉得这个班还是改变了一些做事的风格。ACM 班是2002年的时候成立的，定位是要培养计算机领域世界最一流的科学家。ACM 的缩写是美国计算机协会。对，是的。为什么会跟美国计算机协会一块来开一个班？当时 ACM 班的这个班主任叫于勇，当时其实他希望学校能支持，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提这样的一个方案，可能绝大多数的学校都不会支持，因为听上去好像是不可思议的。2002年很多的中国的教授都没有见过世界上最好的论文，所以有人如果能提出说，我们这个中国的高校能培养出世界上最一流的科学家，是不会有人相信的。于勇教授当时打了一个擦边球，因为2002年的时候，上海交大拿了一次叫 ACM ICPC 的世界冠军，所以他和学校说我们要做一个 ACM 班，学校以为我们要组织一个竞赛班，但实际上他获得了资源以后，请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希望培养这些学生去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那我在这个班里面，我就发现上到班主任到班里的每一个学生，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实际上我们是不能走寻常路的。就好像成立这个班，就现在2024年，我们所有的这个高校都想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培养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工智能人才。但是2002年，大家会觉得你疯了。所以我们当时很多事情都是曲线救国。所以当时你们这个班的师资力量也从外面请了很多。我们很多的老师都不是上海交大的老师，甚至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把学生送出去。其实很多的实验室的老师都是要把学生圈在实验室，不让你出去。我们当时老师的想法就是哪个地方能培养出最优秀的科学家，我就把你送到那边去。包括到最后，很有意思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班有相当大的比例的同学离开这个班的方式不是毕业而是退学，包括我本人也是从这个班退学离开的。你是从他这里退学离开的？对，是的。你没有毕业？我是在博士阶段退学的。为什么要选择退学的这些学生？在你为你的目标去努力的那个过程当中，
在那个时间点，你可能需要去另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和你的学位可能产生了矛盾。坚持读完这个学位，你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学位其实只是一些世俗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对于从本科1年级就开始不走寻常路的一个学生来说。现在很快我们又要高考了，一大批学子都会面临着选择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您能不能简单的说一说，给一些有用的建议？实话实说，我几乎从来不会给别人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带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其实已经站在一个功利的角度在思考问题。比方说，你选择人工智能，是因为你认为人工智能特别有价值，这是你毕生的理想，还是因为选择人工智能有前途？如果是后者的话，往往不会成功。我觉得最好的选择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每个方向它都能成功。您在上海交大读了本科和硕士，在本科期间，您带领团队更是3次在被称为计算机奥林匹克的国际大学生程序竞赛亚洲区赛上夺得冠军，并在29届全世界 ACM 大赛中击败了包括 MIT、包括 Facebook 的首席技术官领衔的诸多国际队伍，夺得了全球的总冠军。这个看起来很鼓舞人心啊，但是我还是有些疑问，3个字：凭什么？但我不是只参加了这4场比赛，并且拿到了4个冠军。我参加了大大小小比赛，参加了10年，绝大多数的比赛都输了。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小学6年级，我们老师给了我一张准考证，说你去参加一个考试，我都不知道那是比赛。比完了以后，发现绝大多数题都不会错，最后考了一个28分，发现我跟这个前面那些就是大神呢，天选之子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但是呢，我感觉我好像努力也不是说就没有机会。经过几年的努力吧，我终于在江苏省赛拿了100分了。第2天他们通知我还要去参加一个比赛，那时候我也很纳闷，说我都已经比完了，怎么明天还要比？去了以后发现是江苏省队选拔赛，就省队去参加全国赛去考了一考，果然没有选上。赛场上我就发现自己跟那个参加全国赛的那些选手呢确实有差距，但是好像差的也不是特别大。我又觉得又可以回去努力努力。包括我后来进入上海交大，我大1的时候进去很快选上了这交大的这主力队，最后我们在亚洲区选拔赛这1队输给了2队，最后是2队代表上海交大去参加了这个总决赛的。大2的那一年我们也如愿的进入到了总决赛吧。甚至我们在参加总决赛之前，我们也喊出了口号，这次我们要努力要争冠军。结果一到赛场上都不要说争冠军，比赛是5个小时，前4个小时都在梦游，连奖都没有拿，直到最后一年在大赛拿到了冠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能够看到就是自己做的不好的一面，也不断的能看到自己提升的空间。再经过努力，每一年都比去年又好了一点。您那次夺得这个全球冠军的时候，实际上您是击败了当时被称为高科技领域最聪明的人的 Facebook 的 CTO Adam D'Angelo 领衔的队伍。自那一次你和他交手之后，后来你们俩有其他的什么交流吗？其实实话实说啊，他不算是一个好好参加这个比赛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赛场上并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当时我们可能主要的对手是一些俄罗斯的队伍，第3名的那支俄罗斯队伍组成以后从来没有输过，就那场比赛是他们组队以后输的第1场。如果论世俗意义上的后来的成就吧，确实是 Facebook 的 CTO 包括 Quora 那个创始人，他的这个成就是更高的。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也不能说这个 ACM 比赛就意味着什么。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在你读到大3的时候，这个上海交大的 ACM 班开始要求学生选择一个细分的领域的实验室做深入的研究。那个时候呢，你正好带着队伍在外面在准备比赛，没有来得及去选择这些热门的领域，最后只能选了一个连师资力量都还没有配备的最冷门的 AI 技术。AI 这个领域并非你的主动选择，算是阴差阳错。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抗拒呢？你算是优秀学生，我难道没有选择的权利吗？我记得我刚开始进入到人工智能专业的时候，我们都去看一部好莱坞的片叫 AI， 它的那个基本的剧情就是有一个小男孩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结尾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我不是人，原来我是机器人。看完了以后我就郁闷，就迷茫。如果 AI 的目标是做出这么个小孩的话，那就不是一个20-30年的事情。我能不能在退休之前把它做出来，我也不知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绝大多数人不会选择人工智能。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人工智能的国际的顶级会议叫 ICML 的，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我们这个领域超过半数的人不是计算机系专业的，
是数学专业的，是物理专业的。而且我跟他们聊，我问他们为什么选人工智能呢？他说：“哎呀，数学学不出来了，就转行，别的专业不要它。”那个时候这个 AI 专业更像一个垃圾箱一样的。啊，对对对，我当时还问了我导师，你为什么选人工智能？他说，你知道这个我原来是学天体物理，虽然说那个人工智能可能几十年都做不出来，但是天体物理就几十亿年一个周期做一个实验，但是我这个等到猴年马月去。但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抗拒呢？你没有选择权吗？你不是优秀学生吗？是吧？我也想过换专业，如果没有在2007年听到那个第四范式的理论，说不定我现在也不做人工智能。我自己并不 enjoy 说写最好的论文，虽然在那个时候已经能写出最好的论文，并且这个论文还是上海交大过去从来都没有人发表过的论文，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就只不过说是一些履历上的东西，但是你并没有为社会创造什么样的价值。那你能不能通俗的解释一下您这个期间写的这些论文里面特别提到的这样一个迁移理论？它和 OpenAI 有什么区别呢？通俗的来说，迁移学习是一种知识转移的或者知识迁移的能力。当然，数学学得比较好的班里的同学学物理都会简单一点。就为什么那个时候的这个 AI 需要这个大量的样本才能够学好，就是因为你没有迁移学习的能力。现在其实迁移学习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大家都在用的一种能力。在2007年听到 Jim Gray 谈到科学发展的4个范式，我觉得是让我顿悟的。第一范式叫做实验科学，就人开始学会记录现象。第二范式是理论科学，科学家根据历史上记录的现象总结出了规律，比方说牛顿物理学现象只要记3大定律就行。第三范式是计算科学，当计算机出现了以后，这些理论可以由计算机来推演了，就可以模拟复杂的现象，比方说这天气预报，比方说这个图形学，就是 CG， 其实就是某种计算科学。第4个阶段叫做数据密集型科学，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些科学理论要由计算机从数据里面发现。那我听到这个以后，突然发现一个点，就是人工智能不一定要做出那个乱真的这个小孩，但此时此刻，如果我能在各行各业替这些行业发现规律，我就已经能帮助到这些行业了。所以您最后面这个公司的名字叫第四范式，就是因为您当时听了那场演讲之后最后取的。因为第四范式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烙印。这么多年做的所有的事情，我都认为它的底层逻辑是第四范式。所以我们公司在成立的时候取名字一点都不纠结，1秒钟就定下来。我算了一下，你这个时间上面有点对不上。你到底是毕业了去的北大，还是没毕业就去北大？没有毕业，我是从博士退学去的北大。为什么还能这么做呢？在我们这个当时的人工智能的学术界，微软当时开放了它的那个 Bing 搜索，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基于 Bing 的这个数据能做出比原来好得多的 AI 的效果。那如果我找到比 Bing 更好的数据，是不是能做出更好的效果？当时我就想到了谷歌，想到了百度。对，这其实也是为什么会让我离开学术界加入到工业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觉得这 AI 不能只给一家企业创造价值，如果要给全社会创造价值，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当时就在思考，是不是我可以做一个业务，这个业务去服务所有的公司。我们来聊聊您这个进入职场的经历啊。您2009年进入百度，在百度工作了4年时间。那个时候，您担任的是百度最重要的蜂巢策略的技术负责人和实际的操盘手，也搭建了中国最早最大的商用机器学习系统和业务驱动系统，是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人工智能实践，使得百度的变现能力4年提高了8倍。您也成了百度晋升最快、最年轻的高级科学家，3年时间就升到了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的70级别。对多数人而言百度的平台足够大，机会足够多，百度又给了您足够的发挥的空间，人尽其才，您也做得风生水起，没有道理离开。但是您却在2013年最风光的时候选择了离开了百度，您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做这样一个选择？首先是去百度吧，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想要把 AI 做出价值，让 AI 落地。对，其实也不是说一帆风顺的。我加入百度并不是因为百度有一个 AI 部门，然后需要找一个负责人，而是百度发现这有个不错的学生，然后给他发一个 offer，没有说就是
请你过来做人工智能。他们也不确知让你过来做什么。对对，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人工智能团队。我当时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在哪儿能得到最大的支持？所以我后来自己选了广告部门，因为当时我知道这个我做人工智能将来是要花百度很多钱的，你得给人家这个兑现足够的价值，并且直接能算得出来。在很多的部门，你的价值是没有办法直接衡量的，广告部门是相对能够衡量。包括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没什么资源，当时就每个团队给了我1、2个人，然后我们可能有一台别人的团队的机器。我记得我那时候经常要后半夜爬起来偷偷去用别人的机器，因为我们那机器太慢了。当然后来那个 AI 第1版的系统上线以后，给公司创造了这个巨大收入提升以后，就整个就反转了。就在后面的这个整个画风就变成了这个所有的资源先优先倾斜给我们。但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到2012年的时候 ，AI 给产业界创造价值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紧接着我其实想实现的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我觉得这 AI 不能只给一家企业创造价值，如果要给全社会创造价值，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当时就在思考，是不是我可以做一个业务，这个业务去服务所有的公司。其实那时候真没有那么懂所谓的 to B 或者企业服务之类的，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得往那个方向走。事实上，你在华为干得也相当不错，担任了诺亚方舟实验室的主任科学家，很快也为华为在金融领域凿开了口子，并获得了华为的总裁奖。但是也就1年的时间，您又离开了华为。您这样一个规划，又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思路？其实华为给我还是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提升，从华为身上还学到很多东西的。我们其实是研究院的研究员，和整个华为的业务线其实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刚入职，就华为的这个业务线的同事就已经知道了我的入职，第2天就把我带到招商银行去了，因为他们在招商银行要竞争一张订单，是招商银行的大数据平台的订单，他们的竞争对手有 IBM 有 Intel。当时的华为在大数据层面的话，和 IBM 和 Intel 的竞争是有劣势的，特别是在银行端是有劣势的。然后他们发现这儿有个专家来，赶紧的拉过来当救兵。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有阴差阳错的地方，就是虽然说可能 IBM 和 Intel 这样的公司在作为老牌企业服务公司，它是有它的优势，但是确实在大数据在 AI 层面的话，互联网公司的经验是有优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帮助华为拿下了不少订单，甚至有些订单是本来是必输的订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学会了怎么做 to B 的业务。用现在眼光来说，只能说是学会了一些，但就驱动我离开的，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的目标不是去帮华为去卖掉更多的交换机或者卖掉更多的服务器，目标还是希望能有更好的这个 AI 的落地。至少在华为当时的 AI 其实是帮助华为去卖掉更多的核心产品的一种解决方案，不会把这个 AI 当做一个核心的业务。如果要把 AI 当做核心业务，而不是把交换机当做核心业务的话，可能需要一家 AI 作为主航道的 to B 公司。这个时候我发现整个业界没有这样的公司，后来就想了想，要不创业吧。所以您就在2014年，也是刚刚31岁的时候，来选择了创立自己的公司第四方式，40岁的时候就上市了，然后现在市值一度突破350亿港元。公开资料来看啊，起码你的创业整个过程啊，云淡风轻，貌似很顺畅。但我自己知道啊，任何一个公司过100亿市值的公司，肯定都遇到过一堆的问题。我是想感兴趣，就是您的创业是否真的像看起来那么的顺利？你有没有遇到过夜不能寐的时候？首先肯定不是一帆风顺，有很多的问题。就我们这批企业其实是一个叫做科技人员创业，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叫做这个技术不仅仅是看过猪跑，你是真的吃过猪肉，甚至是你是吃过最多猪肉的人。但这个业务你很可能连猪跑都没见过。刚开始创业，其实遇到的最大的一个 suffer 就是发现自己好像想错了，不是像你想那么简单的。实际上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些技术创业的团队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叫做业务层面什么都没想清楚呢，就已经出来做业务了。整个过程当中是你边做业务边学习怎么做业务，然后边给自己交学费边自己成长。以前做技术的时候，整个团队可能我是最强的，别人有什么困难都来找我，然后我会告诉他，你照着我做就行。等到做业务的时候，我发现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需要去找到那些比我优秀的人，然后让他们来教我怎么做，需要倚重他们，让他们去完成。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转变。综合你的整个求学和创业历程，我的自己的感觉就是2个字：牛掰，而且是那种只能膜拜无法复制的那种牛掰。但是我的常识呢又告诉我，这个世界上面是没有完人的。硬币的一面有多么牛掰，有多么光鲜，硬币的另外一面大概率就有多么的逼仄，多么的局促，甚至不堪。现在我给您2个形象啊，一个典型的理工男，在技术上面足够的专业和强大，其他方面呢也不弱。另外一个呢是技术强大，但是在其他方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弱点。在您自己看来，这2个形象哪个更真实？我显然是有很多弱点。举个例子，就实际上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我自己最自如的一个状态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去思考一些科学的问题，想明白一些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觉得很开心。但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显然是不适合去管理一个团队，甚至就是如果说是要带领一家公司，对，所以很多时候是需要去克服自己的一些心理的障碍。我现在每天都在请别人吃饭，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跟人吃饭，但是我需要告诉自己，就是你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做完了以后会离你的目标会又更近一点。驱动我去做很多自己可能不自在的事情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会让我的延迟满足感会得到提升。我有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说话很不直接的，如果一个人他做得不太好，我要去批评他，跟他指出他的一些问题，我会有很大的障碍。您是管理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障碍？我的理性会很清楚地告诉我，我作为管理者，我需要去跟他讲你的优点是什么，你的缺点是什么。但其实从性格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性格的弱点。有的时候我会绕，就所谓的叫和稀泥，这些其实都是不利于去管理团队，或者不利于去带这个公司。这个过程当中，这性格的弱点都是需要去克服的。你要完成这个目标，无论多不舒服，你得逼自己去把这些事情给搞定。我们聊到现在，您能不能再客观的总结一下，您能走到今天，取得今天的这些成就，究竟是靠的什么？是靠您的天赋异禀的聪明、智商，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显然主要不是靠智商，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功利，甚至很多时候我做选择的时候，我都不见得我需要想清楚具体怎么做，以及选了这条路是不是一定能做成。我去华为，我之前去到那边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去哪个部门，反正去了再说吧。因为我觉得大方向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在战术细节上面，你其实没有太多的纠结。对，包括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多想清楚具体的这个业务应该怎么做，反正就先干了。因为我觉得大方向价值端应该是没问题的。就至于这个业务吧，想错了再修正嘛。我们常说30而立，40而不惑。你今年刚刚41岁，非常年轻，就取得了当下的这种成就。所以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您对您自己的人生觉得还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吗？或者有哪些没有完成的愿望或者目标，你打算怎么去实现它们？其实我很少去思考这个自己的遗憾，很多时候这个遗憾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就如果你每天思考自己有什么遗憾，一定会有很多遗憾。如果说你不去思考这些事儿，你每天你对着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价值你去做，可能也就没有遗憾了。您现在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了，有享受人生的打算吗？未来还会不会这么继续往命儿干？我也没觉得自己实现财务自由，享受人生，我觉得其实我挺享受人生的。不是说那个不工作了躺平了就享受人生。您的享受其实恰恰是在工作里面来享受到的这种愉悦和快乐。对，我觉得如果说每天都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再往前走，这个就挺享受人生的。在您的人生的经历里面，是否有某个时刻或者某个事件或者某个人，您认为改变了您的人生轨迹？我觉得如果改变最大的就是听到4个范式的演讲。有一个科学家叫 Jim Gray， 他是那个图灵奖的获得者。他是在他07年的时候就讲到科学发展的4个范式，就当时他就定义了未来科学发展会到第4个阶段。就这个事儿，其实在我的这个心中是其实有很深的烙印，包括这个后面做所有的这个 AI 的事情，其实
我都觉得这其实是在践行这个第四范式的方法论。现在的经济形势不那么令人振奋，不少人其实有迷茫感或者无力感。假如现在台下坐着一批00后，让您推心置腹地对他们说一段话，您会说些什么？如果台下都是00后的话，他们所接受的这个教育资源环境其实是远远好于我们那个时候的。我觉得他们其实应该是生在比我们更好的年代，所以他们应该比我们更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去不要去走那个寻常的路，就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周围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能不能那个推荐一些地方让小孩去学人工智能？然后我就问那个是你小孩要学人工智能，还是你要你小孩学人工智能？我觉得这个挺关键的，就是千万不要功利，还是要遵循自己的想法，自己想要实现什么样的价值就去实现什么样的价值，走自己的路，不走寻常路。对，遵循自己的内心。我自己其实也想了很久，更担心的，反倒不是说 AI 有了自主的意识去替代人类或者去奴役人类，我担心大家花了过多的时间去担忧一些短期不会发生的事情，而更近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反倒大家不太关注。您在2014年刚创业的时候呢 ，AI 领域算是有一定的热度了。但是这个 AI 领域的爆发点主要集中在 CV， 也就是计算机的这些图形啊、视觉这些领域。下游的应用包括所谓的人脸识别啊、物体识别啊等等这些方面。那个时候涌现的 AI 的四小龙，比如商汤啊、旷视啊、云从啊、依图等等这些明星企业，超过40%以上的所谓的 AI 企业都是聚焦在图形处理啊、CV 这些领域。但是你为什么要做一个独辟蹊径的走一条人迹罕至的荆棘小路，去做行业的垂直大模型呢？实话说，我们都没有去考虑过，就别的公司的做 AI 到底在做什么。我甚至没有去看过，绝大多数的 AI 公司都是在做视觉，视觉更能拿到融资，所以我们是不是去做视觉？这不是我思考问题的这个方式。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我发现 AI 可以帮助到一家企业，我又发现在华为，我 AI 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企业。同时，我希望能够用更高的效率去帮助到更多的企业，所以我要干这件事，所以我要去做一家这样的公司。那要做这样的这个公司，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业务形态？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垂直领域的大模型，去帮助到企业去解决更多垂直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把第四范式定位成这样，它其实是和我们所希望去创造的价值相关。我们选这个方向其实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价值导向，就是你要什么样的价值，最后就决定了你最后要做了这件事儿。我倒不觉得这是一个荆棘小路，能够让我们兴奋的一定是它是一个巨大的事。在百度，我们用4年时间把它的变现能力提升了8倍。14年底15年初创业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说，我们如果能帮助每家企业，不要说提升8倍，每家企业提升80%，这是巨大的，多大的一个市场，或者是多大的一个价值，就足够我们为之去奋斗10年、20年甚至更多。您所谓的这个行业垂直大模型和我们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这种通用大模型大概是个什么区别？现在我们所谓的通用大模型，它叫做预测下一个字的大语言模型，就是你把所有的语料拿过来，你让这个模型去预测下一个字，它就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文章。那对于其实很多行业的问题，它既不是预测下一个字，也不是预测下一帧的画面。比方说对一家银行来说，他想知道的是这个人下个月会不会不还钱，你要预测的是他的下一个月的信用报告。对于一个医疗机构，他可能是要预测您的下一份体检报告，这个体检报告打开一看，血糖指标好像这个高了，那可能您是有这个高血糖的风险。很多的这个行业，它其实要解决的问题都不是语言或者图像的问题。银行要预测它的信用报告，零售企业可能是要预测他们明天的这个销量的报告。那我们其实最核心的是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致力于的是用 AI 技术去帮助他们能
核心竞争力能得到提升。所以类似于抖音啊、小红书啊，他们做这种智能推荐系统，千人千面，这是不是就是你们这样一种？对，如果按抖音或者小红书的业务形态的话，显然千人千面的推荐系统是他们核心竞争。以抖音为例，它的这个用户的平均在线时长，用户的活跃度是它的核心的竞争。对，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千人千面的推荐系统去提升这些指标。戴总，您是如假包换的中国 AI 这个领域的先行者和最专业的那一批人士，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个 AI 这个行业吧。现在因为这个行业太火了，现在很多人呢把 AI 定性为继蒸汽机革命、计算机互联网革命，包括电气革命之后的第4次科技革命，认为它将彻底的改变世界和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我想请教 AI 究竟会在哪些方面对我们的生活形成重大的改变？它会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大家担心的工作替代和失业潮？普通人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够有一定的和时代扳手腕的力量？我自己的观点啊，至少在我能看到有限的时间，大家需要担心的不是一种AI 去替代人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大家需要担心的是，就是你和你的同行竞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别人用了 AI 的工具，所以你就竞争失败了？这个事儿不是说今天刚发生的，就是在很早时候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在发生。有统计过，当谷歌出现了以后，人的这个平均的记忆力都在下降。因为过去我们需要记很多东西，当有了搜索引擎了以后，你不需要记那么多东西了。为什么记忆力会下降？因为你的大脑的这个不同的脑细胞，你既可以拿来做记忆，也可以拿来做推理。我自己的这个认知里面，我可能因为过度的依赖搜索引擎，导致我不记东西，导致我可能这个脑细胞都拿来去干别的事情了。那现在其实又是一轮新的一个变化，人又要重新分配自己的脑细胞了。但我不觉得说现在是一个说这个 AI 替代人的一个过程。所以戴总，您还是坚持认为 AI 这个东西进化出自主意识，控制甚至奴役人类，这个风险不大？我觉得在一个可预见的时间内还是可控的。就首先是可能我们会担心 AI 进化出一些自主意识，基于这些自主意识去毁灭或者奴役人类，首先就不是很多人能做得到，现在极少人能做到这样。要做到这样的效果，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如果我们发现当 AI 有了这方面能力，我们可以及时的切断这些资源。第二，以这一代的这个 AI 的理论建立在的这个理论基础，它其实是需要人类去设置目标的。就我们后面带来的所有的 AI 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基于人类设置的目标产生的结果。那如果我们发现 AI 发生了一些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召集一些最顶尖的科学家去研究一下，是不是我们的目标设置的有问题，如何去修正目标，如何通过修正目标，让 AI 不要去做这些事情。这些其实在我看来，在至少可预见的时间内都还是可控的。我自己其实也想了很久，更担心的，反倒不是说，AI 有了自主的意识去替代人类或者去奴役人类。我担心大家花了过多的时间去担忧一些短期不会发生的事情，而更近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反倒大家不太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AI 所获取的成本其实在降低，这个降低不仅仅是我们所获取 AI 的成本降低，而这个我们人类当中的这个坏人所获取 AI 的成本也在降低。当这个成本降低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其实可能我们最需要担心的不是 AI 本身而是担心的是我们这人类当中那个不好的那个部分。这个时候可能 AI 对社会的影响就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地方。AI 现在不单是全球的科技和资本的追逐的对象，貌似也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一种竞争的一个核心的领域。我看到过这么一种说法，说是由于芯片的算力、投喂的内容的数量等等制约，这一次的 AI 革命，我们有可能被彻底落下的风险，而且无法追赶的风险。基本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人工智能不是像蒸汽机革命和计算机革命，后面这两者的革命本质上面是一种节点的革命。所有的积累都在某个节点发生斜率很陡峭的质变之后呢，在一个新的生产力水平的平台上面恢复到相对平缓的爬坡。所以对于蒸汽机革命、计算机革命，如果领先者哪一天放开了图纸或者放开了代码，你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去拿过去跟上来。人工智能不行，人工智能不是节点革命，
它根本就不停，每时每刻都在进化，而且依靠人类的算力，在内容数量上面的突破，人工智能进化的速度极快，一日千里。每一天对原来版本都是几何数量级的跃迁甚至颠覆，根本就没有一个关键的节点突破之后的平缓期，来供你后来再去学习、追赶、跟进。这种差距假以时日，绝对可以拉大到人类和类人的差距，几代人都无法追赶。您怎么看待这个担忧？人工智能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或者比现在绝大多数公众想象的会复杂。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就是凭算力，你有更多的卡你就更厉害。这里面有几个对象，一个叫做算力，一个叫数据，一个叫做这个算法。如果做个类比呢，就算力就好像是这个计算机的智商，数据就是你学过多少东西。如果我们最后看的是一个 AI 的一个综合的结果的话，我们要同时看这个算力和这个数据两个方面。如果我们再这么全面的看这个问题，其实倒不是说假设芯片有差距，最后会带来一个不可挽回的一个结果。假设我要做一个系统，如果我的这个芯片上没有优势的情况下，那我怎么做？类比到人，其实逻辑也挺简单，勤能补拙嘛。芯片如果有劣势，那就叫做我比你笨，那我只能比你更努力了，我只能看更多的数据。那我们得找到的是我们在数据上有优势的地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我们合作一家医院叫瑞金医院，他们在过去的20年收集了100万人的体检相关的数据，这个数据量是据我了解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之一吧。他们收集这些数据其实花的这个成本是西方收集同样的数据的可能少几个数量级，所以整个中国市场，我觉得能找到很多的这个场景。我们不一定在这些场景，我们现在的业务是最领先的，但是我们可能规模是最大的，意味着就是我们能给到人工智能最多的学习的材料，我们的人工智能能比别人更努力。公司在资本市场还是表现也比较亮眼，今年的最高市值突破了350个亿。但是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呢一直在亏损。这个不是你们一家的问题啊，是绝大多数 AI 企业都在面临的问题，甚至是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在面临的问题，尤其是 AI 企业，因为研发迭代这种大模型都需要极高的研发投入，而且互联网这种烧钱的模式呢也一直存在，也诞生了很多巨头。但是客观来说，过去市场上面的环境相对友好，大家能接受和容忍这种亏损，它有相当的耐心和包容。但是现在这种环境在变得逼仄，大家对这种亏损的这种包容度和容忍度在大幅的降低。所以我是想特别了解一下第四范式这家公司对未来对公司的商业化、对盈利等等这个上面是怎样一个平衡，怎么一个预期，怎么一个安排。首先我们作为一家科技公司，我们肯定是要坚持的加大研发投入，一定体量的研发投入才能确保我们在这个技术领域的领先。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亏损或者说烧钱，它其实都是阶段性的，不可能是永远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也会去平衡，一个是叫做研发的投入，收入的这个增速，以及这个亏损的整个的一个节奏。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这个2年前吧，就我们已经开始实现减亏。在去年的话，我们的这个经调整的亏损率已经降到了个位数。我们自己其实也是有我们自己的节奏，我们不会说是把它定位说 AI 公司就是一个亏钱的公司，或者 AI 公司它肯定是需要投入的，但是 AI 公司它也是个公司，它最后还是需要变成一个盈利的公司。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其实是一直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步骤以及清晰的一个盈利节奏的。那我们就直接赤裸裸的聊一下这个市值好不好？你们不管说现在是250亿还是350亿，您自己有没有预算或者想法，未来第四范式这家公司做这样一件事情，未来这个市场有多大？我们可能把这家公司做到多大一个市值的体量的公司？我们自己的理想目标可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自己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几个联合创始人都谈过这个话题。各行各业，我们哪怕不是说5倍、8倍、10倍，就哪怕是50%，这个空间都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空间。当然，我们在这个做业务的时候，我们也要脚踏实地，我们不能先看着一个几万亿、几十万亿，对，我们也是要一步步来的。对于第四范式来说，我觉得机会和挑战都是并存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价值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可能说几十万亿都小了的价值。对我们的挑战来说呢，就不是说我去解决一个问题，
就可以带来。我需要去解决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个问题，而去解决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问题，我们又需要去拥有去解决这么多问题的能力。这是为什么我们到今天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它的背后的方法论都是第四范式的方法论。即便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个认知到我们的能力仍然有很多不足。我对自己还是永远都是乐观的，虽然我就好像跟过去一样，我觉得我离我想要实现的这个价值差距还是巨大的，但是我又感觉到好像现在比半年前又强了不少，我又会相信我半年以后又会强不少，我总会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能做到。非常感谢与戴博士的这一次对话。这次对话之前，戴博士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那种天才少年，上帝的宠儿，他的成功根本不可复制。但很明显不是的，他表面光鲜背后是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他也如同我们每个人一样一身的弱点。但正如戴博士所说，人和人之间最小的差距是智商，最大的差距是坚持，是愈挫愈勇，是脱离舒适区，不断的否定自己，不断自我纠错、自我进化，不走寻常路的能力和勇气。有了这些力量，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足够的机会去翱翔天际，既为全社会创造价值，又活出自己人生的精彩。我是格隆，我们下期格隆博士会客厅再见。